美国欲在战略竞争框架内战胜中国，为何刻意强调军事能力？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彦少。在中美战略竞争的大格局下，美国政府近日组织了一次最高层面的安全会议，参会者包括拜登、国防部长奥斯汀、副部长希克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等美国的高级国防官员。拜登在会上重申，军事现代化以加强军队是美国国家实力的核心来源，也是美国的优先事项。美国也将继续领导外交并建立联盟，以世界最优秀的军事力量应对全球挑战。美军将与盟友一起支持乌克兰，强化北约团结，并继续深化在亚太区域的核心联盟，并建立新联盟。针对中国，拜登强调，美国可以也必须负责任地管理与中国日益激烈的竞争，保持美国的军事优势，但他又明确表示不会寻求冲突。他认为会有激烈的竞争，但不需要冲突。未来10年是决定性的，因为世界正在发生变化，必须同时应对大国间日益激烈的竞争，并应影响全球数十亿人生活的共同挑战，比如气候的变迁、以卫生安全等等。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在随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欲在战略竞争框架内战胜中国。这次会议是美国政府发布新国家安全战略之后所进行的，也可以说是一次美国战略安全统一思想的顶层会议，是拜登政府未来几年处理对华关系具有指导性的一次会议。那么我们从中又能够看出什么呢？首先，美国的对华安全战略仍然是以军事科技竞争和战略围堵为主。美国推动全球霸权的核心就是军事安全战略，这就必须依赖于美国的军事霸权。这与中国所推动的以经济合作为主的全球战略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是美国这次一再强调军事现代化和加强军队，意味着美军已经认识到在军事科技和先进装备领域出现了退势。比如美国在先进驱逐舰、高超音速导弹、中程弹道导弹等方面现在已经处于劣势。再加上美国军工产业因为制造业的空心化所带来的困境，想保持对华整体军事优势已经越来越困难了。中国要对付美国的安全战略，持续增加军费投入，扩大军事科技竞争的优势，在无人化装备、人工智能技术、高超音速武器系统和隐身作战能力方面正在不断取得突破。再结合中国强大的制造能力，就能给美国带来更大的压力。中美科技竞争就是相互秀肌肉的过程，这不等同于要打仗。中方目前正处于厚积薄发的历史阶段，时间在我们这一边。其次，美国会继续在印太地区强化所谓的区域联盟，而不是依赖自身的力量来制衡中国的崛起。在美国军力相对衰落的情况下，美国必然会依赖区域联盟来对付中国，包括美日军事同盟、美日印澳四方机制和北约组织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如何发展与北约的稳定关系，并与澳大利亚和印度保持合作，都是破解美国战略制衡的关键。最后，美国并不愿意与中国发生擦枪走火的事件。从拜登的讲话也能看出来，美国想打压中国，但是并不想与中国打仗，因为两个核大国之间发生战争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一指导原则下，拜登政府在未来主动挑起台海危机的可能性不算高，但是无法阻止美军以及其他的政治势力的挑衅。
所以中国大陆仍然会保持与拜登政府的沟通机制，牢牢把握解决台海问题的主动权，在对我们最有利的时机解决问题。总体来看，中美未来在安全战略层面的核心就是竞争，而不是打仗。未来几年将是中国军工产业与美国军工较量的关键时期，也是解放军战斗力提升与美军如何改革之间的较量。拜登说，这样的较量大概要持续10年。那么在这10年间，谁最终能够赢得最后的胜利呢？这确实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和研究。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